这是王炸组合首次合体的珍贵一项。众所周知，全红婵和陈芋汐是单挑领域的绝对王者，两人合则天下无敌，分则各自为王。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，他们竟然遭受到了外界的质疑，因为双人跳水更注意队友之间的配合和默契，而俩人在此之前仅只在一起训练了3个月，所以这次的国际大赛，很多人都不认为这对组合可以夺冠。不过王者生来就是为了打破质疑，最后在比赛中，全红婵和陈芋汐用绝对实力让这些质疑声烟消云散。这是2022年布达佩斯跳水世锦赛女子双人10米台预赛的比赛现场。本次比赛不仅仅是决定下轮比赛的出场顺序，更是各个国家队之间的互相试探。此次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网拍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，据说俩人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是仅只有3个月训练的默契，也让外国跳水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所以此次他们派出了强大的阵容，其中不乏一些搭档多年的跳水组合。那初次配合登台的王炸组合能否抵住压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首先登场的是美国队，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后得到了46.2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一跳同样是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稳定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0.4分。德国队的第一跳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8.00分。接下来就是王炸组合的第一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王炸组合的第一跳便得到了50.4分。第一轮结束，马来西亚队和中国队并列第一，由此可见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。来看美国队的第二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4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二跳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出色的一跳，再次拿到了49.8分。德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8.6分。中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渐入佳境的王炸组合这一跳得到了53.4分。第一轮中国队仅领先第2名，马来西亚队3分。不过来到第3轮，动作难度将再次升级，到底哪个国家队会露出破绽呢？我们来看美国选手的第3跳，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只得到了68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3跳同样是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60.3分。德国队的第3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得到了64.32分。中国队的第3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稳稳一跳得到了77.4分。这轮难度升级后，很多选手都原形毕露，而中国王炸组合则是趁机拉开了分差，以181.2的总分排名第一。来到第4轮，美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最后得到了69.12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这一跳更加是离了个大谱，直接致敬了隔壁菲律宾的兄弟，最后仅得到了52.8分。德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马来西亚和德国队的这2跳，连菲律宾跳水队看后都要直呼内行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两个国家队的失误也将场馆内的气氛降至了冰点。随后王炸组合登上了赛场，他们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完美一跳得到了83.52分。王炸组合的这一跳也是在宣告全世界，当他们并肩作战之时，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无敌的存在。本轮战罢，中国队遥遥领先，此时还剩最后一跳。虽说比赛的悬念已经不是很大，但是现场人们仿佛是挖到了宝藏，真期待着王炸组合还能迸发出多少惊喜。美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8.16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3.36分。定下来就是中国队的最后一跳，全场人都屏气凝神，一起来欣赏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。非常流畅啊，一气呵成，两个人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啊。我们从画面这个旁侧的镜头看过去，就像一个人在跳水一样。此刻全红婵和陈芋汐已经和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合二为一，空中的俩人仿佛如复制粘贴一般，从侧面丝毫看不出是两个人在跳水。最后王炸组合轻松获得了第一，让全世界宣告最强双人组就此诞生。最后让我们给王炸组合鼓掌点赞，你们是我们的骄傲。
全世界都很惊讶，全红婵跳水技术历经4个月再次实现蜕变，207吸软肋，这下成为了世界杯首秀的成名之作，简直就是牛气哄哄。她与陈芋汐几乎是领先其他选手100-200分的成绩，拿下前2名，这也是大家目前津津乐道的话题。看不到柏林世界杯预赛的朋友，看到这条视频别忘了点赞转发哦。全红婵第一个动作是107向内翻腾3周半躯体，难度系数1.9。这种初始动作对于中国跳水梦之队来说就是送分题，不管是跳水的姿态还是落水后的水花处理，目前是场上最为完美的动作了。裁判最后也打出了76.5分。接下来是陈芋汐，同样的107 B 动作，她完成的也十分完美，裁判也是同样打出了76.5分。包揽预赛前2名可能性很高。第二个动作是407系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，难度系数3.2。首先来看全红婵的表现，这一跳稳了，裁判也给出了86.4分，4个9分和1个9.5分。看来外国裁判对中国跳水队还是有很高的认可。接下来再看看陈芋汐的第2跳，很果敢的一跳，不过陈芋汐最后的水花处理也不是很好，打开的稍稍有点晚了。裁判最后只给出了76.5，不过陈芋汐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。截至前2跳结束，中国队包揽前2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比赛似乎比想象的轻松。接下来的第3组动作是6243级，地向后翻腾2周，转体1周半，难度系数3.2。第1跳打开的太晚了，最后水花处理的不好，裁判也是打出了76.8分。再来看看陈芋汐的表现，她选择的动作是626C， 这一跳能否追上之前失误的全红婵呢？非常完美的一跳，裁判也给出了85.8高分，目前2人的分差是0.6分。留下来是第4跳207，毫无疑问这是全红婵的心魔，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，难度系数3.3。接下来要注意了，前方高能，找不到任何瑕疵啊！这一跳动作回这次的起跳动作准备的非常充分。来看一下裁判打分，这一跳是6243，这一跳是9.5分，9.5分，10分，92.4分的高分，这属实惊艳到了所有人。再来看看陈芋汐的第4个动作，同样的207C，看看她的表现如何。这是连带效应，陈芋汐的这一跳表现的也非常出众，最终裁判给出了84.15分。现在2人的差距已经拉开，国外选手可得要加把劲了。看到最后一跳谁能笑到最后？全红婵选择的是5253V，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，难度系数3.2。这也是中国队非常出众的动作，最后一跳也是十分出色，裁判给出了86.4分，小组第1看来是稳了。最后再来看看陈芋汐同样的动作，她能否在最后一跳反超全红婵？同样也十分出色，不过裁判只给出了81.6分，这样全红婵总分418.5分的选择，拿下预赛第1，完美晋级，真的是旗开得胜啊！她能否在决赛上再次让泳迷眼前一亮呢？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先点个关注吧。